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聊谷氨酰胺。在上期的视频中，我们了解了谷氨酰胺是什么，以及它对身体的作用。通过这些知识的了解，我们也知道了谷氨酰胺是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补剂，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。今天我们将聊聊谷氨酰胺对于运动、健身以及肌肉的作用。请没有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先去看上期视频，这样便于理解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好，我们进入主题。谷氨酰胺是肌肉细胞中主要的氨基酸之一，对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至关重要。它直接参与新的肌蛋白的合成，有助于肌肉生长和维持其质量。首先要谈的，谷氨酰胺可以防止肌肉丢失。在蛋白质的系列视频中，我讲过正氮平衡的概念。当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以后，血液中氮的含量会增加，这是合成肌肉重要的物质基础指标。当蛋白质摄取不足或长时间未摄取时，体内就会呈现负氮状态。此时，肌肉内部的蛋白质开始被分解，肌肉也处于分解和丢失的状态。谷氨酰胺可以稳定肌肉内部氮的含量，因为它可以在肌肉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转运氮，起到了一种氮储存库的作用。等于谷氨酰胺提供了一种代替的方式来供应必需的氮，而不用从肌肉蛋白质中获取。因此，维持一定数量的谷氨酰胺对于维持肌肉内部的氮平衡，减少负氮状态出现，这对防止肌肉丢失是重要的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大家对皮质醇应该很熟悉了。在皮质醇的系列视频中，我讲过，皮质醇是一种应激激素，同时也是一种分解激素。当训练过度、压力过大或营养不良等情况出现时，皮质醇就会出来，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帮助你。它通过分解肌肉中的氨基酸，将它们转化为能量，来提高和维持身体的抗压能力。上期视频讲过，谷氨酰胺占身体游离氨基酸值的 61%， 而且它能为免疫细胞提供能量，所以皮质醇此时会分解别的氨基酸来合成谷氨酰胺，用谷氨酰胺承担支持免疫系统工作的任务。此时保护肌肉的数量和体积对你的身体来说已经不重要，但是如果你额外补充了谷氨酰胺，皮质醇就不会分解那么多氨基酸来满足合成谷氨酰胺的需要。所以当身体遇到压力时，谷氨酰胺和皮质醇一起曲线救国，在保证身体抗压的同时，尽量避免肌肉被分解的结果。其次，谷氨酰胺对于血糖的调节、肌糖的合成有关键作用。在肌糖的视频中，我重点讲解了肌糖储存的意义和方法。那么，肌糖对于肌肉在训练时提供能量，训练后恢复和生长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。在德国蒂宾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，让空腹的参与者补充了谷氨酰胺，并观察到血浆中谷氨酰胺的水平类似于吃了高蛋白质餐的水平。结果显示，谷氨酰胺转化为葡萄糖的量增加了7倍。另外一个在美国对23位橄榄球运动员的研究显示，无论是使用静脉注射还是口服谷氨酰胺，都促进了肌肉中糖原的储存。这说明谷氨酰胺的碳骨架可以作为一种糖原的前体。而且这两个实验都发现，合成糖原的过程不需要依赖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调节，谷氨酰胺可以独立合成糖原。还有一个在1995年的试验中，让参与者进行90分钟 70% 到 140% 最大摄氧量的训练，目的是耗尽肌肉中的糖原。训练后，参与者接受了谷氨酰胺、丙氨酸、甘氨酸、盐水溶液随机4选1的补充。结果显示，补充了谷氨酰胺的参与者在训练后2个小时之内，肌肉中的糖原浓度显著增加。谷氨酰胺调节血糖、增加肌糖的作用，对于我们这些健身爱好者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尤其在那些需要长时间高强度训练的日子。补充谷氨酰胺有助于更快的恢复能量，保持训练的持续性和效果。第三，谷氨酰胺对于生长激素的分泌有促进作用。在生长激素的系列视频中，我讲过这种重要的合成激素对于肌肉的影响。它不仅促进肌肉组织的生长，还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脂肪作为能量的来源。提高生长激素水平有助于增加肌肉质量，加速恢复，提高整体运动表现。这些良性的影响使很多人对提高生长激素的分泌产生了兴趣。谷氨酰胺就是解决方案。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中，让9名健康的参与者在早餐后45分钟
饮用混合了2克谷氨酰胺的可乐饮料，结果发现90分钟以后，参与者的血浆碳酸氢盐浓度和循环血浆生长激素浓度都有所增加。这意味着补充少量谷氨酰胺不仅提高了身体的碱性储备，还提高了生长激素水平。最后，其实也是综合以上的优点，那就是谷氨酰胺对于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有帮助作用。塑造肌肉无非涉及到这几个方面。第一，训练中和训练后的能量问题。在训练中，肌肉需要足够的氨基酸和糖原，在这方面，谷氨酰胺本身就是一种合成蛋白质的重要氨基酸。而且刚才讲过，谷氨酰胺对于训练中调节血糖、训练后增加肌糖储备有促进作用。第二，在训练中和训练后的对抗和平衡训练带来的压力问题。上期我们讲过，谷氨酰胺参与免疫系统工作，降低皮质醇分解肌肉蛋白的情况。谷氨酰胺为免疫细胞提供能量，而且还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。这些贡献解决了训练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。第三，肌肉合成代谢中的激素分泌问题。谷氨酰胺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，刚刚讲过这方面的内容。最后，谷氨酰胺有助于增加肌肉细胞的水合状态，调整肌肉的酸碱平衡，这些都是促进肌肉生长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综合上期视频的内容，在肌肉中，谷氨酰胺的合成率高于任何其他一种氨基酸。和肌酸相比，虽然两者的途径不同，但是它们在提高肌肉力量、增加肌肉体积和防止肌肉分解方面，在运动营养补剂排行榜上并列排名第一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谷氨酰胺既是保持健康，又是提高运动能力的双重补剂。它可以防止肌肉分解，促进肌糖合成，提高生长激素的分泌，提升肌肉在训练后的恢复和生长能力。那么，谷氨酰胺该何时补充？每次补充多少？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谷氨酰胺该如何选择？我将会在下期视频中和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